我在 CO 位加注了一个97黑桃，刚刚说要跟我拉双个那个在bottom位嘛，他就跟住。翻牌是765 Rainbow， 我们说我们会有混合 check 跟混合下注的策略，我就知道，我看他就是来搞我了，他就是要来搞我，很明确就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美国 WSOP 期间呢，非常多人喜欢玩的这个 SNG。那 SNG 呢，是我在赛事期间呢，只要我在这个多桌比赛出局之后呢，我在晚上的时间呢，就会来玩这个单桌 SNG。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它其实就是一个10人报名坐满就玩的一个单桌比赛。那它跟多桌比赛呢，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哦，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赢家全拿。也就是说，你的决策呢，只要是正 chip EV， 就你不用考虑到 ICM， 你不用考虑到钱圈，你的目的呢，只要是赢光所有的筹码，你就可以获得第1名的奖金。然后呢，它的筹码量呢，会根据你的报名费的不同呢，会有不同的筹码量。我们昨天参加了呢，是一场$1030报名费的1000的 SNG， 有10位玩家。奖金呢，第1名呢就是1万的筹码加上75块的现金。然后为什么要给你现金呢？是因为他希望你把这个现金付给荷官当做是一个小费。因为他们说就是 SNG 的荷官呢，其实是领一个最低薪资，然后是靠小费过活的他们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他会有额外的这个现金给玩家。这场比赛呢，其实一上桌的时候呢，我发现的是。桌上大约是有5位的常客所谓常客就是我每年来打都看到这5个人，就是这5个人是每年都会来打，跟我一样。当我知道有5位的时候呢，代表说其他4位很有可能是一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正常来讲，这种不知道哪里来的呢，我就会视为一个桌子算是还比较好一点。以前的话呢，我很常看到就是一个桌子可能有7到8个都是认识的，那我觉得这个桌子的桌况呢，可能就会稍微糟一点，因为毕竟。就算我不认识他，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很弱的玩家，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桌子上有越多不认识的人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然后呢，这场比赛呢是桌上的玩家呢还会做一个叫做 Last Longer， 大部分都会下注 Last Longer 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其实 Last Longer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ide bet 就是额外的赌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一个下注呢其实是没有服务费的，这是玩家之间的下注。那可以让这个整体的报名费呢是一个提高的概念，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参加的是一场175的 SNG， 大家可能 Last Longer 会是50到100，275呢大约都会是100，然后525呢大概是200到300，然后1030呢大部分的 Last Longer 都是500。它的概念呢就是大家希望投入更多的金钱，让这个比赛大一点，尤其是没有服务费，然后大约呢都会是。1半的报名费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是1半的报名费，就是大家有一个习俗，大家觉得1半差不多。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可能会大一点。我也有玩过275 Last Longer 300、200都有，但是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希望大家都加入。所以说你把这个金额设定的太高的时候，其实有的玩家不加入，其实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是鼓励大家都加入。然后这一次呢是500，然后桌上原本有一位玩家呢，他说他不想要加入，可是他发现9位玩家都加入了，他也掏出他的500。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所以呢，这个奖池呢就从原本的1万加75的现金变成是15075，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应该这样讲。然后呢，额外的呢，旁边这位玩家呢，他又一直跟人家说要 Last Longer 1000。其实我原本想要，但是呢，他的位置呢是10号位，我是9号位，也就是说，其实我是直接一个位置的劣势。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说所有的玩家技术都是一样的话，你的筹码量应该是顺时钟的往下移。因为长期来说呢，除了我在bottom位，他的小盲位之外呢，我对他来讲我都是没有位置。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要做 Last Longer 1对1单挑 Last Longer 的话，尽量不要选择这些玩家对你有大部分的时候有位置优势的时候，这是因为对你是一个劣势。我当下呢，其实原本没有想要跟他做1000的 Last Longer。那第一手牌呢，就是我就弃牌无所谓。然后重点是他在第2手牌的时候，他要问，有没有人要500？他问我要不要500，他跟我聊天，我说好不好玩一下，反正我自认为应该是有优势然后我就跟他做一个 Last Longer 单挑的500。然后呢，游戏就开始了。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是250的盲注这个比赛呢，1000的 SNG 买入呢是5000的筹码量，也就是说第一个级别呢，其实我们有100个大盲。但是这场是一场快速赛
大部分的玩家呢都会希望 SNG 15分钟的盲注级别，希望这个可以在2个半小时内结束，要不然你可能还要设定这个上厕所的休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耗时的事情。所以呢，15分钟的盲注级别呢，第一个级别是250，然后我在 CO 位加注了一个97黑桃，然后我的刚刚说要跟我拉双个那个在8位嘛，因为他10号位，他就跟住。单挑底池翻牌是765 Rainbow， 然后我是97嘛，然后中了一个顶对，但踢脚很差，然后一样啊，我们说我们会有混合 check 跟混合下注的策略，我就知道我看他就是来搞我了，但他肯定会有牌，反正当下我就选择了 check， 然后呢270的底池，他下注250，那我们顶对可能是 check call。然后转牌是一张 Q， 无所谓。然后底池775，我 check， 他也 check。合牌是一张10，我 check。然后他开95不同花，哇，这精彩！95，他跟一个底对，重点是他翻牌前扣95不同花在8位对上我家注，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人的范围就是很宽。那我对于我跟他有这个拉双格呢，也是非常的满意。我知道，你会扣95不同花。他要不要拉2000？不行啊，我已经赢了一个底池，他不会要啦。但是他输筹码，他怎么可能会要？对啊，而且你已经做了500，你又说，那你下不了2000，那这明显是什么？就觉得你很烂嘛，对吗？你这样子，你不怕被打，对不对？哈，对啊。你等下停车场。对啊，等下停车场见。所以呢，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呢，他会跟住95不同花，代表很多事情嘛，代表说他对翻牌前的范围他不是很了解，或是他不在乎，或者是他就是靠感觉在玩，反正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玩家，是确定。下一手牌呢，我有玩的手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在这个50、100的盲注级别，在 High J 玩家他加注200我在小盲位有一对 A， 我们大约筹码量都有接近5000，就70筹码。那我选择了3次下注到650。那对于下注尺寸呢，我觉得都会偏小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没有 NT， 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筹码量都不多，所以我下注到650，然后 High J 玩家跟注单挑底池1400，翻牌是 J54 2张方块，然后我 AA 嘛，就会非常高的全范围的下注，大约1/3应该了。然后我下注400弃牌。每一手牌呢，基本上每一个盲注级别，其实你玩的手牌可能就只有1手到2手。原因是因为15分钟的盲注级别，在一个10人桌，很有可能你连1圈都玩不到，因为一手牌平均2分钟嘛。那你要玩1圈的话，10手牌，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盲注级别在前面的时候呢，你会只玩到非常少的手牌。但其实 SNG 在这种形式上的概念，其实最重要的都还是在后面，因为后面的盲注升得很快的时候，其实它会进行到一个 push fold， 就是 all in 或弃牌的游戏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玩家在这个边都会犯非常多的错误，尤其是它是一个快速赛，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赢了一个250、300，其实到后面根本就是没什么差别，当然还是有差，但其实没什么差别。所以呢，下一手牌呢是200、400。在200、400的盲注级别呢，其实就已经剩下7位玩家，7位玩家还是蛮多的，这是一个10人桌。那 UTG 呢，就是刚给我拉双个10号位玩家呢，他在7人桌的 UTG 呢，他选择了加注到800。然后小盲位的玩家呢，是筹码非常多的一个老先生，他有12000，他选择跟注。我在大盲位，我只有4700，差不多70筹码，我也是一个98红桃。那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其实，在没有 NT 的这个策略里面呢，其实我们的大盲抵抗不会像正常的 MTT 抵抗这么多，但8、9同花绝对是一个要抵抗的手牌。好，3人底池翻牌是776，2张黑桃1张方块776是8、9红桃，底池2400所以我是一个双头顺，然后小盲位 check 我也 check， 然后这个时候呢 UTG 玩家呢持续下注了1200，然后小盲位玩家跟注，那我是双头顺，虽然说有一个同花牌面又有叠牌，但我认为这个1200的双头顺呢，我是应该是要跟注了，所以我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个有意思的手牌，来一张叠牌67766，然后2个黑桃嘛，底池6000。小盲位 check， 其实我这边呢有很多策略我觉得我可以考虑领先下注，但我认为我的预设策略应该都是 check， 那我也 check。这个时候我一定会知道前位玩家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 check， 原因是因为他今天就算有88以上的超对，他都是要 check 因为我们玩家有6会有7，他就挂了嘛，对不对？他下注干嘛？所以我认为他的大对子也会 check， 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免费的喝牌，然后呢这如我所愿他也 check。那合牌来了一张10合牌中顺子，然后呢小盲位的玩家又 check。那我这边呢其实就有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不要下注。
那我知道这个老先生他其实在小盲位，他很有可能会跟到一些，比如说5-6同花、9-7同花，或者是类似的手牌，所以他可能有上面的 full house， 就是有7或是有6的 full house， 有可能他甚至觉得说，对不对？如果他跟了一个6，然后转牌中了6的 full house， 他可能会担心我大盲位有7，所以小盲位其实是有可能有6会 check。那如果说他有6又会 check 的话，那我的顺子其实就只有一个摊牌价值。所以我觉得评估之后呢，我觉得我的 check 应该会比下注来的好。就算我要下注，也只会是一个小的下注。那我觉得小的下注如果会赢，其实也赢不多。那我觉得比较保守的打法呢就是 check。那我 check 之后呢，这个 UTG 玩家他就 check 之后呢，他很快的开出他的 KK， 那我就开出我的8-9顺子，然后他就超昂了，就干，不是干了，是 fuck。是 fuck， 国骂就出来 fuck， 然后就是你怎么这么中这个牌，然后怎么我说下注1200，不跟怎么办嘛？双头身就是要跟，要不然怎么办嘛？其实6000很多，6000就超过一个买入啊，因为70筹码才5000，所以这底池蛮大的。这手牌呢，就是在升盲之后呢，然后呢大盲位玩家呢，他丢错筹码他放400，那我以为还是刚刚的200、400的盲注级别，可是呢其实是已经升盲到300、600。所以当我今天丢800的时候呢，我在这个 low jack 位我有8500的筹码，我加到800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升盲了，然后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只能跟。我是什么牌呢？我是 low jack 位，我是1对 K， 变成是其实我用跟注其实也没差，反正我牌这么大嘛，对不对？然后全部的玩家都弃牌，这时候大盲位呢，它只有2200的筹码，2200的筹码是包含了它的这个600的。大盲所以他后手呢剩下1600，那他当然他没牌就 check 嘛，所以翻牌是 A14 Rainbow 底池1500，然后他就 all in 1600，就我 KK 呢应该是一个明确要跟住，因为他翻牌前期他有很多 A， 他应该都会 all in， 那他翻牌之后他 all in 的话，我觉得他翻牌之后他如果中 A， 第一个他很有可能会 check， 再来就是我觉得他 all in 的牌会包含非常多的对子，包括任何的10、任何的4，我觉得他都有可能会 all in， 大家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的 KK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 KK 跟注之后呢，他开了这个15同花中了一个中队A14嘛，它是15同花，转牌来一张 A， 合牌开一张10所以他就是成功的从我这边翻倍。那有人会说，如果我正确加注的话，他会不会跟注？可能不会。我觉得让他看到翻牌后，如果他站到这个翻牌会跟我打完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坏事但我肯定是因为大家都有失误这个荷官没有提醒，然后他也放了原本的盲注，然后我又丢错筹码，所以这手牌就是误打误撞，就是多输了一点筹码，但我觉得无所谓。下一个状况呢是剩下5人桌的时候呢，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翻牌前的东西300、6008成位是那个老先生加注到1500我在小盲位有 AQ 不同花5700直接 all in 对手弃牌，非常简单。在后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翻牌前 all in 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影片就是我在8成位我拿到 AK， 然后有7200的筹码量，然后是12个大盲，所以一样的状况我们就可以选择加注，或可以选择直接 all in。但我认为这个我如果说要让我的翻牌前的范围能够更宽的话呢，其实我要玩的手牌，比如说8、9同花、9、10同花，其实我都会选择一个最小加注。所以呢，我如果今天有大牌像 AK 的话呢，我也会选择最小加注。所以我 AK 选择最小加注，然后大家都弃牌，然后这是8成位嘛。下一手又拿到 AJ， 然后我又加注，又都要弃牌。好，这手牌我觉得是一个单挑的手牌单挑的手牌呢是这个老先生他在300、600的时候呢，他在小盲位raise 到1200最小加注。那我认为它的加注尺寸呢，很明显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加注尺寸因为300、600小盲位最后最小加注的话，其实大盲基本上没有什么牌可以弃牌，可能有一些很差的底端范围，因为这个没有 NT 可以弃牌。我拿了一个95不同花，我就有一个决定我觉得如果我有优势，其实可以跟住，但手牌又太烂，所以其实弃牌没有太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接近的状况当下我选择跟住，翻牌是 K15 Rainbow 底池2400这老先生下注了1400。那我们在说单挑这种情况呢，任何对子都不应该弃牌所以我选择了跟住，转牌一张 J 底池5200然后他 check， 我当然也是 check， 合牌开张4，然后他选择了5200的底池，他选择下注2000。那我认为大部分的玩家翻牌下注、转牌 check、合牌再下注，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少炸胡的手牌。尤其是其实翻牌是 K10 转牌 J， 对于小盲位的加注范围来讲是非常有利你越多高牌，对于加注玩家是越有利的。所以我的范围，你看我有95不同花，代表我的范围也很宽嘛。所以我认为它很有可能，甚至是 QQ、AJ， 我甚至是 K9， 我觉得都有可能对上这些范围呢，我全部都不赢所以合牌 raise 不大可能。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弃牌。这手牌其实还好，就我觉得我没有损失掉太多筹码。有一些翻牌前的欧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时候盲注来到400、800，然后我在 bottom 位8500的筹码量，小盲位我记得只有4000到5000，然后大盲位有接近7000到8000，也就是说有效筹码，我们在讲有效筹码呢，大约是对于大盲位的话是10个大盲，低于大概8000左右。那我在 bottom 位拿了 K8 不同花，我觉得这个牌呢就是可以直接 all in， 但是我不能够 raise call in。对于这样子的范围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可以直接 all in。所以呢 ，K8 不同花我就直接 all in 啊，大盲位呢很快速的跟住它的 A7 不同花，啊，运气非常好，中了 K8 2对啊，所以呢从这位玩家身上赢了蛮多的筹码。然后这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短筹码，这时候剩下4人桌啊，400、800的盲注级别啊，有一位玩家在 bottom 位 all in 了2000，对我来讲呢，我要跟注呢就是额外的1200。所以呢，如果我要跟住1200去赢下一个4400的底池的话，我大约是只要接近25%左右的胜率的话，其实我跟住范围非常宽。我甚至认为我没有牌可以弃牌啊。当下我的手牌是26不同花，但我觉得26、27其实差不多应该都会有接近30%的胜率，应该差不多对上它的范围。当然你可以说它不会推很宽，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数学上要跟住。那我跟住它是 AJ 不同花，然后我就输给他。然后呢，这个一样的状况哦，过了下一个盲注级别400、800，对不对？下一个盲注级别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是不是500、1000啊？不是啊，这是快速的 SNG， 所以呢，它直接跳过500、1000，直接600、1200。好，600、1200呢，又是刚刚这个短筹码的玩家，他在bottom位，他又 all in， 他剩下2600，2600是多少？2600是2点多个大盲。那这时候呢，我要跟住，我只需要再加1400。所以一样啊，我这是5、6不同花，5、6不同花的话就是一个更明确的跟注啊，比刚刚筹码量更少。他是 A5， 我是5、6啊，我又输给他啊。下一个状况呢是一个比较棘手一点的状况啊，我觉得这手牌蛮有意思的。4人桌第一个动作就是 CO 位嘛，就是刚刚那位从我身上翻倍的玩家呢，他直接 all in 了5800，他是 K10同花。我旁边的这位老先生呢，他有15000的筹码，他选择了跟住他的 A8 同花。我先跟大家讲他们的手牌。那对于一个 all in 5800，一个跟住，我在小盲位，这时候我有决定，我有14000的筹码量，我有1对5。那我觉得1对5在这边其实算是蛮难的状况。第一个是我认为他跟住的范围，其实他的直觉上，我认为55以下的对子，我觉得他不会跟住。那他跟住的手牌呢，我的直觉会是，比如说 K10 同花、A10、A9、A8。基本上就是至少是2个高牌啊。那我有没有弃牌率？我不确定。你可能觉得说，以数学上它不一定会有弃牌率，可是你不知道。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它不会有弃牌率的话，其实我的55对上这个情况是正 EV， 但不会正太多。所以如果说我认为我可以找到更好的状况的话，其实1对5其实并没有很强。那我就思考一下之后呢，我选择了弃牌，然后我就说嘛，看到一位是 K10 同花，然后跟住的是 A8 同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翻牌我就看到一张5，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啊。但是不结果论啦，我觉得就是说以范围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弃牌。反正 A8 就赢下了这个底池。这位玩家出局之后呢，只剩下3位玩家。好，3位玩家，然后最后一手牌呢，就是我在小盲位啊，然后我选择了 all in 我的 A3 不同花，应该是啊，看一下影片，我记得是 A3。好，大盲位很快速的跟住了他的 K7 同花，他本来就应该要跟住，他只有4、5千，我记得。然后我就中了翻牌中一张 A。3位玩家我吸到他之后呢，就变成是单挑的状况。然后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我的筹码量呢是20500，然后因为5000的期指筹码嘛，所以总筹码呢是5万啊。我有20500，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我右边这位老先生呢，他有29500啊，接近3万的筹码量。所以呢，他就看了我，他说：“小兄弟，你要不要跟我分钱？”好说，好啊，对不对？分钱这么好，我说他说分钱的时候，我有2种嘛。第一种就是有的人说分钱，如果说你是职业玩家的话，他们就说，就照筹码分。但如果他要跟我照筹码分的话，我一定会说不嘛，因为我自认为比他强嘛。我说 chop 是指 even chop， 他说对。那如果说他基本上就是3万对2万嘛，那他其实理论上照数学来讲，他应该要拿6000，我应该拿4000，6比4嘛。但是那6000、4000分的话，其实我不会要。但如果说他额外就是跟我一半一半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说他要跟我一半一半分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因为这时候盲注级别是600、1200，然后我们大约是有效筹码是2万嘛，所以大约是16、7个大盲，然后很快就会升盲啊。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如果他是一个职业玩家，他要跟我做筹码分钱，第一个我会要
啊。如果说不是职业玩家要筹码分钱的话，大部分都是我会拒绝，除非他开一个很好的条件。那我认为这个就属于一个很好的条件。当然觉得啊，这是我觉得很好的条件，就是没有道理不要啊，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这个协议。所以呢，我们评分的奖池呢是指总奖池啊，我们讲过了，包括这个 Table Last Longer 呢是5000，所以是15075块，然后我们一人一半，所以呢，我这场比赛呢就是赢得了7500啊，加上我们刚刚的500的单挑的 Last Longer 呢，总共是拿到8000的这个筹码，还有一点现金，然后呢，我们2个人呢都给荷官一些小费，大约接近100吧。差不多，所以就是一个2个半小时的 SNG 全纪录啊。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前面弃牌了非常多的手牌，基本上我有玩的手牌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概这个接近10手牌。所以2个半小时，其实以这个比赛来说呢，其实很多的重点呢会是在后期。因为后期会有多翻牌前的 all in 跟扣 all in， 我觉得这是这个游戏的重点。你在前面，就算你再怎么厉害，操作再怎么强，赢到的那700几千，其实后面就是一个 all in， 都比这个来的多。所以我觉得快速赛跟这种 SNG 的概念呢，就是你也必须要知道翻牌前的范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学习这种状况，这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机会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打到少人桌，其实你在多桌比赛你是没有机会可以打到少人桌。如果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更多少人桌的经验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大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经历了2个半小时，运气不错，我们全程都有录影，然后拿下了这个应该说分钱啊，然后拿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啊，所以我们威尼斯人进入 Day 2之后呢，又来打了这场 SNG 啊，当天是这样，所以我们到2点半之后呢才休息。就假设今天我有500美金，就是我要去那边打，那你会推荐我打2块5块的买一组买入的现金桌，还是去打500块的 SNG？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 SNG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那个赛事结构上，我觉得可以讲。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1030的 SNG， 它其实第一个盲注级别250，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它是100个大盲，其实它就是一个5块10块美金的深盲的现金桌，它其实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它其实没有所谓的 ICM， 就是你赢到5万的筹码量，你就赢得1万的美金的奖池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直接的筹码跟价值的换算，可以这样讲。它其实 SNG 它就是一个深盲现金桌的概念，然后到后面呢，其实我们就可能再玩100、200美金，然后10个大盲，然后再 all in， 然后到后面可能甚至会达到更大，可能300、600美金再深盲。因为盲注越大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知道，就是这个奖池就是它的盲注跟现金筹码量其实就是等比例的一直在上升。对，所以如果说你刚刚说你要500你要打的话，其实我会建议大家要参赛的话，我会建议从175、275，我觉得是最多比较好赢的状况。我觉得175到275是最多，也是最常开啦。其实我平常在打的话，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的策略是不要等，所以我不会说，小 P 你是不是只打贵的？其实我没有，我175、275、525、1030我都会打，因为我只要觉得我不要花时间在空等啊，我觉得时间成本在这边才是最贵的。所以只要是有开桌子的时候呢，我都会直接去报名。然后我甚至呢还会在这场比赛，比如剩3个人的时候呢，我会提前的把我的票去隔壁桌放着，甚至比赛开始都没关系，因为比赛前期不重要。然后我希望的是我这3人桌结束的时候呢，我可以直接进去打第2个级别或第3个级别，甚至第4个级别都没有关系。那前面的盲注级别错过，我是觉得都还好。重点是我可以让我在这个同样的时间内打到最多量的场次，我觉得才会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对，那你觉得我去打得赢吗？我觉得你可以去练习少人桌。我应该要打多少？它好像有125的吧？我刚175很多，175很多，对，而且其实175的话，平均的游戏时间大概是接近1个小时，所以其实很快。我们会再做一个完整的 SNG 的赛事的分析啊，因为它其实第一个它盲注结构它是没有 NT， 没有 NT 的话呢，翻牌前的范围呢就会非常的不一样，它会有点接近这个限时锦标赛啊，台湾的限时锦标赛也是没有 NT， 所以没有 NT 的表格呢，跟这个正常 MTT 的表格呢会是不一样的，范围都会比较紧嘛，很简单嘛，因为底池比较小。所以大盲抵抗呢，也会是很多人抵抗那些乱七八糟的牌，其实这都是错误。可他们觉得我看人家都这样打所以他都会去抵抗一些很夸张的牌，其实那都是很明显的失误，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觉得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短筹码的 all in 跟扣 all in 的范围，他们也不了解。所以对于一个都不扣 all in 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我在小盲位，我可能不用看牌，我就可以直接 all in 大盲，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跟到对的范围。所以其实你只要在桌上知道特定的玩家的特性，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赢到非常多的钱。尤其是我们玩家都会做这个 last longer， 它也是一个学问，
因为今天有人有加入 Last Longer， 跟没加入 Last Longer， 他的策略又会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我们之后呢，在这个赛事的这个详细介绍里面会再跟大家做分析。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话题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小 P，大家再见，拜拜。